5个你天天用的东西其实是为战争发明的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这些都是为了方便生活发明的？你的记忆错了。GPS、罐头、胶带、互联网，你每天依赖的东西，最初全都诞生于战场。今天告诉你真相。Number 5， 罐头。拿破仑有句名言：军队靠卫星军。但在18世纪末，饥饿杀死的法国士兵比敌人的子弹还多。腐烂的面包、变质的肉干让整支军队丧失战斗力。1795年，拿破仑悬赏12000法郎，向全法国征集一种能长期保存食物的方法。一个名叫尼古拉·阿佩尔的巴黎厨师接受了挑战。他没有任何科学背景，完全靠反复试验。整整14年，他尝试了无数种密封和加热的组合，终于在1810年成功，用玻璃瓶密封食物，在高温加热，食物可以保存数月不变质。罐头由此诞生。但最荒谬的是，开罐器直到48年后的1858年才被发明。在此之前，士兵用刺刀鞘、用石头砸，甚至用子弹射击来打开罐头，一项为解决军队饥饿问题而生的技术，如今支撑着年产值超过900亿美元的全球食品工业。Number 4， 胶带。二战期间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遇到了一个致命问题：热带的高温高湿让弹药箱不断受潮，子弹和炸药失效，直接威胁部队战斗力。军方急需一种防水密封材料。强生公司接到军方订单后，研发出一种用棉布基底加聚乙烯涂层的强力防水胶带。士兵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鸭子胶带，因为水珠落在上面就像落在鸭子背上一样直接滑落。这种胶带的用途远超预期，密封弹药箱、修理吉普车、绑扎担架，甚至当临时绷带包扎伤口。战后，有人发现它非常适合密封家庭暖通风管，于是军绿色被改成银灰色，鸭子胶带变成了风管胶带。更惊人的是 ，NASA 在阿波罗13号任务中用它做紧急修复，救了3名宇航员的命。一卷为战场设计的胶带，从弹药箱到太空飞船，它真的无所不沾。Number 3， 超级胶水。1942年，化学家哈里·库弗正在为2战美军研发一种透明塑料，用于制造枪械瞄准镜。他测试了一种叫氰基丙烯酸酯的化合物，结果这种东西粘性强到离谱，碰到什么就粘住什么，实验器材全被毁了。作为瞄准镜材料，它彻底失败了。配方被丢进档案柜，尘封了整整9年。1951年，库弗在另一个项目中重新发现了这个配方，意识到它的潜力远超军用瞄准镜。但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是越南战争战地军医发现，把这种胶水直接涂在伤口上，几秒钟就能止血，在无法手术的战场上救了无数条命。一种失败的军事实验废弃物，最终变成了你抽屉里那管万能胶。Number 2， GPS。你手机上的 GPS 导航背后是24颗军用卫星，它们在2万公里的高空，以每小时14000公里的速度绕地球飞行，同时向地面发射精确到纳秒的时间信号。1973年，美国国防部启动导航星计划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导弹和部队随时知道自己的精确位置。这套系统从来不是为普通人设计的，但1983年，大韩航空007号航班因导航误差误入苏联领空，被苏联战斗机击落，机上269人全部遇难。这场悲剧震惊了全世界。里根总统宣布向全球民用开放 GPS 信号，确保这样的灾难不再发生。但军方留了一手，故意在民用信号中加入误差，精度只有100米左右。直到2000年，克林顿总统才关闭了这项限制，民用 GPS 精度一夜之间跳到10米以内。一套为精确制导武器设计的系统，变成了你手机上帮你找餐厅、叫外卖的工具。每次打开地图，你用的都是冷战时期的军用卫星信号。Number 1， 互联网。1969年10月29日晚上10点半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台电脑试图向560公里外的斯坦福研究所发送一个单词 login。
他们打出 L 成功，打出 O 成功，然后系统崩溃了。人类第一条网络消息只有2个字母 LO， 这就是互联网的起点 ARPANET。它诞生于冷战最紧张的年代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设计这套网络的初衷是确保，即使在核打击摧毁部分节点后，剩余的计算机仍然能够互相通信。一个为核战末日准备的通讯系统，后来被大学用来共享科研数据，再后来被商业化，最终变成了今天50亿人每天在上面聊天、购物、看猫咪视频的互联网。从冷战时期的核战通讯网到猫咪表情包的温床，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离谱的转变。感谢观看。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悲剧，但讽刺的是，它也催生了一些最伟大的日常发明。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